每年一开春就是各位小哥哥小姐姐们开始立各种减重 flag 的时候了，也是谁不想到了夏天尽情展示一下超级棒的身材呢？但立 flag 容易，真减起来就不好玩了。看着秤上的数字一天一天往下走还好，但大多数人在严格控制饮食和规律运动后，还会遭遇各种平台期，这就让人非常抓狂了。所以今天课代表就来和您聊聊以前可能很多人不大注意的话题，就是你的减重计划遭遇了平台期，很可能与体内关键微量元素的缺乏有关系。欢迎来到生活家课代表，一个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来改善健康状况的频道。我是课代表 Tim， 一名 CNPA 加拿大健康产品认证顾问。我们还有一个官方网站，网址是 livepluscanada.com。频道里提到的商品呢，基本都可以在官方网站上买到。大多数人的减重往往只注重热量控制和运动量，而忽视了微量元素在这一过程当中的重要性。其实这些微量元素虽然人体需求量不大，但它们对于维持新陈代谢，特别是脂肪代谢、能量转化、激素水平还有食欲调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特别是在限制热量摄入的减重期间，确保这些微量元素的充足供应变得更加关键。毕竟减重不是单纯的热量加减法，微量元素的充足摄入不仅能帮你突破平台期，还能改善整体代谢的水平，实现减脂不伤身的目标。我们先来说一下铬。铬呢是一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，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代谢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它是葡萄糖耐受因子的组成部分，能够增强胰岛素的作用，帮助将血糖转化为能量。铬在减重过程当中的主要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第一个呢是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。胰岛素抵抗是肥胖和代谢综合征的重要特征之一。研究表明呢，适当的补充铬可以提高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，从而改善血糖控制。二、减少食欲和抑制暴饮暴食。铬能通过稳定血糖水平，可以减少由低血糖引起的食欲增加和暴饮暴食的行为。一项刊登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的研究表明，在饮食当中添加铬可以显著减少食物摄入量和对碳水化合物的渴望。三是提高代谢率。铬呢参与能量代谢过程，可能有助于提高基础代谢率。国际运动营养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，铬补充剂可能增加肌肉组织并减少体脂率。其实富含铬的食物还挺多的，比较好的来源呢是像燕麦等全谷物的食物，西兰花和绿色蔬菜里也富含铬。另外有一个小知识，对于没有减重计划的人也有点帮助，那就是如果你的食物里含糖量比较高，是会增加铬的排泄的，所以平时每天奶茶不离手的朋友，你们也要注意补充铬。钙是人体含量最多的矿物质，约占体重的 1.5% 到 2%。虽然我们印象里钙主要和骨骼牙齿健康相关联，但其实它在减重过程当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。专业领域的肥胖研究杂志曾发表过一项为期24周的研究报告，比较了2个组别参与者的减重成果。结果发现，在低热量饮食的同时，每天补充1200毫克钙的组别，比仅遵循低热量饮食的组别平均多减了3.2公斤的体重。这个原因呢是多方面的，一方面是细胞内钙水平较低时，脂肪细胞会增加脂肪的合成和储存。相反，当饮食当中有足够的钙的时候，可以抑制脂肪细胞当中脂肪的形成。另外，充足的钙摄入可以刺激脂肪分解酶的活性，从而促进脂肪的分解和利用。再有就是适量的钙可以与食物当中的脂肪形成不溶性的物质，减少肠道对脂肪的吸收，从而降低能量的摄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维生素 D 对钙的吸收至关重要，因此适当的阳光照射或者补充维生素 D 有助于提高钙的利用率，也更有利于提高你减重的效率。镁可真是隔三差五就到我们的节目里转一圈，没办法，镁呢是人体内第4丰富的矿物质，参与300多种生化反应，包括能量代谢蛋白质合成，还有血糖调节等关键过程。而在减重过程当中，镁的重要性往往是被低估的。镁的第一个作用是促进能量代谢，镁是3磷酸腺苷，也就是 ATP 合成过程当中的必须辅助因子，而 ATP 是细胞能量的主要来源，所以足够的镁有助于提高能量消耗，从而促进脂肪的燃烧。另外，镁有助于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，稳定血糖的水平，减少因血糖波动引起的饥饿感，有助于控制食欲。一项对74名超重或肥胖的人进行的研究发现，补充镁16周之后，参与者的胰岛素抵抗情况显著改善，并且血压和腰围
均有所减少。遗憾的是，根据中国居民健康与营养调查的数据，过去30多年里，中国居民膳食镁摄入不足的情况普遍存在，而且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趋势。到了2018年呢，近60%的受调查者都有不足的情况，其中男性不足率接近54%，女性的不足率呢超过了65%，而14岁到17岁的人群更是缺镁的重灾区，摄入不足的比率超过了71%。有关镁如何选择，我们前面曾做过相关的节目，无论你是不是在减重，课代表呢都推荐你去温习一下。锌是一种必需的微量元素，参与超过300种酶的活动，对免疫功能、蛋白质合成、伤口愈合、DNA 合成和细胞分裂至关重要。在减重的过程当中，锌的充足供应对维持健康代谢和预防营养不良尤为重要，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。1、支持甲状腺功能。锌在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和代谢当中起着关键作用。甲状腺激素呢，可以调节人体基础代谢率，对能量消耗和体重管理至关重要。2、维持正常的食欲。锌对于维持正常的味觉和嗅觉功能必不可少。锌缺乏呢，会导致味觉变化和食欲下降，可能影响健康的饮食选择和营养摄入，所以补充锌对青少年来说也非常重要。3、参与胰岛素储存和释放。锌在胰岛素的储存和释放过程当中发挥重要作用，有助于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和代谢功能。4、锌能支持蛋白质的合成和肌肉组织的修复，在减重期间保持肌肉质量对维持基础代谢率至关重要。锌作为蛋白质合成的关键参与者，有助于保护瘦体重，特别是瘦肌肉的流失。一项针对60名超重女性的研究发现，与安慰剂组相比呢，每天补充30毫克的锌，持续12周，在体重、BMI 和腰围减少方面明显效果更好。稍稍要提醒一下的是，植物来源的食物当中锌的吸收率较低，这是因为植酸会抑制锌的吸收，因此减重期间主要采用素食方案，可能需要比推荐量多摄入50%的锌来弥补这一差距。铁是血红蛋白的重要组成成分，负责将氧气输送到肌肉和组织。充足的氧气供应呢，对于脂肪燃烧和能量产生至关重要。减重期间增加运动量的时候，缺铁会导致疲劳、运动耐力下降，从而影响减脂效果。国际运动营养学会杂志的研究发现，缺铁的女性在有氧运动当中的表现显著低于正常水平。所以，如果你希望减重过程当中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能发挥出最大的效果，那么请注意铁的补充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维生素 C 可促进非血红素铁的吸收，而咖啡、茶和钙可能会抑制铁的吸收，因此在补充铁的时候，注意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，像柑橘类水果，尽量回避茶还有咖啡。那关于铁补充剂如何选择，我们前面也做过介绍，这里就不再重复了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我们这个频道呢，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来改善健康状况，欢迎关注点赞。了解更多营养师推荐的加拿大健康产品。如果你希望购买视频里提到的产品，可以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lifepluscanada.com， 或者在视频的 description 里找到产品对应的链接。想提醒您的是，我们网站上的大多数商品都可以邮寄到加拿大、美国以及中港台等国家和地区。当然，如果你刚好在加拿大的温哥华，也可以来我们位于列治文的线下门店来找我们聊聊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